今天我们来聊莱瑟塔档案，它记录了一个人类和一个地底蜥蜴人令人瞠目结舌的对话内容。虽然莱瑟塔档案不是完全真实准确的，但触及到了远古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件，引人深思。那么，到底莱瑟塔档案有哪些颠覆认知的事情呢？在此之前，请点击关注、收藏我们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个有趣的视频。接下来我们一起一探究竟。1998年，独居在瑞典偏僻森林的 K， 在一段时间内，经常被一位陌生的女性多次的拜访。当他们渐渐熟络之后，这位女性表明了自己的身份。K 刚开始是半信半疑。原来，这位女性说她不是人类，而是来自地球原生文明的蜥蜴人，不是外星人，而是地球的原住民，属于一个非常古老的爬虫种族。在人类的宗教文献，比如圣经中，他们经常被提及。因为人类的舌头无法正确的读出他们的名字，所以他让 K 叫他莱塞塔，在拉丁文里面就是蜥蜴的意思。就在 K 半信半疑的时候，他短暂看到了莱瑟塔身为蜥蜴人的真实面貌。K 这时惊恐万分，不知所措。过了许久，才让自己平静下来。K 问道：“你是如何让别人认为是普通的人类？”莱瑟塔回答道：“你们可以在圣经以及美洲大陆各类寺庙中找到对我们的描述，甚至是简单的画像。我们行走在你们中间，而无法被你们认出来，是因为我们的精神力远远超过人类。我们可以触碰到你们的心智，然后就可以对你们的意识进行一定的加工，让你们把我们看成人类。另外，我们种族还会使用精神力作为武器，比如我想移动这根铅笔。”话音未落，桌子上的铅笔突然跳到20公分的空中，然后掉落到桌子上。K 很是震惊，追问道：“你年纪多大呢？”莱斯塔的回答是：“我们不像你们那样用地球公转的周期来计算，我们的测量方法是通过地球磁场变化的周期来计算。”莱斯塔说自己是57653圈，相当于你们人类的28岁。这里说明一下，根据地磁学的研究，以最短的22年为一个周期来算的话，莱斯塔已经有10万岁了。K 问莱瑟塔能不能描述一下他们的地下家园。莱瑟塔说，他们生活的地下有5个巨大的人造光源，这些人造光源发出的是紫外线，他们的族人可以通过这些紫外线来温暖自己的血液。K 继续询问莱瑟塔：“你能告诉我关于你们族类的历史和进化的过程吗？”莱瑟塔说：“地球历史的真相完全超出了你们人类的认知。6500万年前，地球处于恐龙时代，我们许多祖先死于那场全球大灾难中。你们人类科学家现在认为这场灾难是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如陨石撞击、气候变化。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次要现象，主要是由2只外星种族在地球的战争所导致的。”莱瑟塔继续说道：“一只是像你们的类人族最先到达地球，另一只属于爬虫族。这2只地外文明种族为了抢夺地球丰富的铜矿，在地球高空进行了外星战争。最后，爬虫族启动了一种强大的还在实验阶段的毁灭性武器，最后意外造成了致命的辐射，让地球持续长达200年的核子冬天。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现在的地球确实存在一个迄今为止最大的陨石撞击坑，直径夸张的达到了180多公里。这个陨石坑被称为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科学资料中赫然显示是6500万年前形成的。陨石坑发现了异常含量的1元素。莱瑟塔说道：“人类认为它是小行星的撞击产生的，但是它也可以由核爆炸产生。这场预料之外的核子冬天让地球的环境变得十分恶劣，最终类人族和爬虫族都离开了地球。幸运的是，灾难过后仍有物种幸存，其中有一种特殊的小型恐龙。”莱瑟塔说道：“这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有着人类的一些特征，有着更大的头骨和更大的脑容量。”这里说明一下，1982年，加拿大古生物学家戴尔·罗素发现，早在6500万年前就有智力水平远超于人类祖先的小型恐龙商齿龙。如果商齿龙进化至今，那很可能已经形成高等文明。莱瑟塔继续说道：“在6500万年前的那次巨大灾难之后，学会了在洞穴中抵御寒冷，学会了用火，最后才迎来了自己种族的文明。我们族类用了5000万年才进化到了现在的文明阶段，进化是相当漫长的。你们人类却在短短的几百万年里全部完成了。”莱瑟塔说：“那是因为人类的进化是被动创造的，而迫使人类进化的不是他们，而是另一个外星种族，而他们只是这个进化过程的旁观者。”大约150万年前，当年那只类人族的外星人一部分又返回了地球，他们当时的兴趣已经不在于铜矿。莱瑟塔继续说道：“
他们无视我们爬虫族的存在，决定让当时的地球猿类获得智慧，因为他们想把这些类人猿变成他们的奴隶，为他们服务。类人族在地球上往返了7次，总共对地球古猿进行了7次改良，前6次实验失败后都进行了大灭绝，手段就是各种大型的天灾。埃及金字塔就是第5次文明建造的，人类第6次文明的城市遗迹可以在现在的百慕大三角海底发现。5000年前，在你们人类的第7次文明的时候，地球环境已经被多次的大灭绝严重破坏，影响到了莱瑟塔种族。于是我们蜥蜴人和类人族的战争爆发了。当时类人族用强大的声波武器摧毁了莱瑟塔种族的地下城市，而莱瑟塔种族也摧毁了类人族的一些设施。你们可以在圣经中和各自的神话中看到关于那场战争的描述，而这个战争持续到了公元前2943年。这一年，类人族莫名地离开了地球，离开之际，他们炸毁了在地球上的所有基地，也带走了所有物资和飞行器。K 问道：那 UFO 是不是你们族类呢？莱瑟塔回答道：大多数人类看到的不明物体是你们对一些自然现象的误解，然而有一些不明物体确实是真实的飞行器，只有极少数的不明飞行物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我们有特殊的方法隐蔽我们的飞船。我们的飞行器是金属亮灰色雪茄形状的圆柱形物体，表面有5盏亮灯。另外，蝶形飞船通常是属于别的外星种族，我们也有一部分。外星飞船一般没有这种特别明显的棱角，都是对称的形状，因为这样任何方向上场的作用效果都是相同的。三角形的 UFO 通常是属于你们人类自己的，是使用外来的科技来建造的。之所以是三角形，是因为人类总是离不开喷气式推进系统的3轴稳定特性。莱瑟塔档案中也提到了我们前几期详细聊过的罗斯威尔外星飞碟坠毁事件。K 问道：飞船为何坠毁呢？他们的科技不是很发达吗？莱瑟塔回答道：高度发达的文明并不代表无所不能，不会犯错，而且地球磁场并不总是那么稳定，因为会进行周期性的改变，还会形成场漩涡。当飞船进入漩涡中的时候，短时间内会失去控制。那次的飞船残骸最后被运到了军事基地进行分析和研究。而对你们不友善的外星种族担心他们的技术被你们研究，所以他们选择了外交途径，把虚假低效的科技略等的资讯给你们。他们假装向人类展示飞船的原理，以此希望换得人类的场所去建立基地，甚至让他们获得人类的 DNA。他们没告诉你们全部的事实，人类因此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多年以后才知道被那些外星族类骗了。之后双方还开展了谈判，最终导致你们与外星族类发生了冲突。之后这个外星族类断绝了与你们的所有联系。访谈的最后 ，K 提出对莱瑟塔进行拍照，但莱瑟塔说，虽然我们可以影响人类的意识，但是影响不了没有意识的机械，所以在照片上或者视频上他们会原形毕露。我与你分享信息，不代表着我要让我的种族彻底暴露在人类的视野中，这对2个种族都没有好处。我只希望一些信息能够让一些人类有所启发。以上就是莱瑟塔访谈的主要信息，这些与我们现代人类的社会主流观点截然不同。有意思的是，还有各种证据佐证，虽然很多是科幻猜想，但是人类能从中获得某些启发。其实这世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我们应该以包容的胸怀，吸收多种思维，进行辩证思考。感谢大家观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记得关注我们，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